小狐狸，不要跑！路上带了一个藏族的姑娘，现在外面的雪非常大，白茫茫的一片。冷却液的温度现在已经到头了，变速器过热的警报也出现了。如果不能够及时脱困，我们就会被困在海拔5000的麦迪卡湿地里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初哥，一个硬核的越野爱好者和摄影师，上山下海单人单车走遍中国的偏僻角落，开报废了2台吉米尼。同时，我也是奇瑞瑞虎8 Pro 的车主，今后希望带着大家用硬核的手法去全方位体验我们的国货汽车。嗨，兄弟们好！现在是早上8点21，我们从拉萨出发了，目标是麦迪卡湿地。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前几天腊曲那边下雪下的比较厉害，不知道麦迪卡湿地的雪情怎么样。如果那边雪比较大的话呢，我们就可能穿越不了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得去看一下运气。如果是穿越不了的话呢，我们就从灵提乡走县道去那个腊曲市，然后再从317去比如。因为我们现在决定就是不往北走了。我们原来还想要到那个敦煌和河西走廊那边，但是我们这几天给看了一下时间以及这个天气情况，我们决定还是从317往东走去成都。从莫楚工卡县出318国道，向北转向349国道，朝麦迪卡湿地方向前进。一路的天气变幻莫测，时而放晴，时而飘起了小雪，为我们的麦迪卡湿地穿越增添了几分不确定。路边遇到一只狐狸，看见我们就一溜烟跑开了。海拔4800的地方，我们碰到了一只狐狸在路边上，现在下着雪，特别美。喂，小狐狸，不要跑！去麦迪卡湿地的路上要翻越海拔5100米的垭口，连续的大雪把附近的公路路基都给埋了。瑞虎8 Pro 的4驱和健大 KR608 的 IT 胎保证了在大雪中顺利的行驶。现在我们单车翻越海拔5001的垭口，现在海拔已经5050了。路面上有一些雪，而且结冰了。但目前用的这个 IT 胎，然后再加上雪地模式，开起来还是比较稳，不会打滑。咱们慢慢走，现在还没有到下到点呢。现在还没有到下到点，还有100公里才到下到点。到灵提乡以后，我们看看这个雪情怎么样。如果雪情好的话呢，我们就下道走，就穿越麦迪卡湿地。如果雪情不好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走公路走到腊曲。一切都是由这个雪情来决定的。现在这个路呢，已经看不到路面了，就是有点滑了。现在，对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Riders on the storm, riders on the storm. Into this house we're born, into this world we're thrown. Like a dog without a bone, an actor out on loan. Riders on the storm. 我们路上带了一个藏族的姑娘，她估计不会说汉语，可能要把她往前面给捎一捎吧。带了一个孩子，看起来也挺不容易的。你去什么地方？哪去？哪里？哪去？腊曲是吗？啊。我们不去腊曲，我们在前面。我们在前面，我们去比如，知道吗？把这个藏族姑娘放到前面的灵提乡以后呢，我们继续向麦迪卡湿地方向前进。我们不往前走了，不往前走了。那没事。刚才我们把那个藏族女孩和她的孩子给放在了灵提乡，然后我们现在回头往麦迪卡湿地的下到点走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外面的雪非常大，白茫茫的一片，所以麦迪卡湿地那边的道路呢，到底能不能下去，能不能走通，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。但是我们决定还是要先去看一看，不能在这里就此放弃。这里大概离腊曲是100公里。如果麦迪卡湿地那边走通的话呢，我们就走回头路，然后往腊曲方向去。所以看看运气吧。我们现在到了麦迪卡乡，前面就应该是下道了。现在这边雪还比较大，路面上面积雪也比较多，但是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，走通应该没有问题。
如果前面的穿越路雪不是很深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往前看吧。Riders on the storm. Riders on the storm. 高原上的天气真是变化无常，一会是能见度很好，一会又突然进入了一片雾蒙蒙的区域，下起了暴风雪。Like a dog without a bone and actor out alone. Riders on the storm. There's a killer on the road. His brain is squirming like a toad. Take a long holiday. Let your children play. If you give this man a ride, sweet family will die. Killer on the road, yeah. 我们以为可以有惊无险地完成100多公里的麦迪卡湿地穿越，没想到穿越接近快一半的时候，麻烦开始找上了我们。现在前面的这个路啊，应该是前几天的晨雪，有的地方感觉都结冰了，所以感觉有些地方确实是有点滑，而且呢，前面还有一些上坡的地方，这些地方呢，确实是比这个平路要再滑一点。我操！完了，完了，他妈高温了！我们现在在海拔4958的地方，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，大家看这个冷却液的温度啊，冷却液的温度现在已经到头了，红线到头了。现在的水温从 OBD 里边看起来是123度，123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它刚才有个提示是检测冷却液液位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子，现在冷却液的液位绝对是满的，现在冷却液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经过思考，我觉得是高海拔的原因造成散热管路内气压太高，形成了气势，再加上不断的在雪地中越野前进，发动机一直维持着高工况运转，气势造成了管路内的防冻液无法流动散热，从而水温升高爆表。这个时候我决定停车打开机盖散热一会，但是我犯了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，我忽略了高海拔造成的散热水沸点下降，加上防冻液的灌装是在平原进行的，高原空气稀薄，气压低，管路内压会比平原要高很多。我觉得在零下10度的情况下停车20分钟，散热水温度就能降下来。我当时也是比较急，就在没有盖一块毛巾的情况下动手去拧防冻液水箱的盖子，结果管路内压巨大，加上沸点降低的滚烫的防冻液一下子喷出来洒了我一手。幸好反应比较快，立即蹲下身把手插到边上的雪里，才没有造成严重的烫伤。等防冻液喷完了，气势也就消除了，这时只能往水箱里灌些纯净水才能坚持往前跑。兄弟们，我们刚才车高温了，高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是在海拔4900米的地方，然后呢，这边的气压是比平原上的气压要低很多的。那么我们在平原上灌的防冻液以后，然后这个车的管路里面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气势，因为它是在平原灌装的，然后里面的气压就是非常高，然后这个防冻液就不能在它这个水管里面流动，所以造成了它的车的高温。我把这个水箱的散热水箱的盖子机打开，整个散热水壶全都喷了，因为里面的气压太高，所以它全都喷了。然后现在看一下这个防冻液已经没了，防冻液已经基本上是喷完了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现在只有往里面加水，让我们车先跑，在这里把这个水给灌进去以后，让我们车能先坚持到前面接近100公里的比如县城。到比如县城，如果能坚持到那的话，我们再换这个防冻液。现在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希望我们现在的水还够吧。兄弟们，现在我们刚把那个前面的防冻液给应急的给处理了一下子，给灌了一点水。我们现在在这里把它的内部压力给泄了以后，再灌水进去。现在它的这个散热水的流动应该就是顺畅了。但是呢，
我们还有大概接近100公里才能到比如县城，我们得时刻关注着这个水温。现在就是看看怎么办吧，能不能给坚持到最后吧。这路况也不好啊。对，而且这边路况也不好，非常滑，现在特别滑，然后还有一些冰雪的爬坡的路段，对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啊。现在水温90，现在水温下来了，现在水温下来了一点了，现在水温是90了，下到90了。现在祈祷吧，祈祷这回能够顺利的到达比如县城，希望它这个散热不要再出问题了。越往前走发现越滑，这时就是天气突变，能见度突然降低，天空中又开始飘起了雪花。我操！这个路咱们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太危险。那往回返吧。往回返吧，对。能倒出去吗？能倒。我们开始在这里来来回回倒车脱困，想往回走。由于停车的地方雪已经非常厚了，折腾了好几分钟都没有脱困，车轮总是往右后方的路基下滑。这个时候，双离合变速箱开始高温报警了。我们现在是在海拔5053的地方，前面的雪太深，没有办法走了。我们现在雪地里边不断的脱困，变速器过热的警报也出现了。这个时候，外面的风雪开始突然大了起来。如果不能够及时脱困，我们就会被困在海拔5000的麦迪卡湿地里面，也很难有车冒着大雪来救援我们。